科学家颤抖的双手根本按不住仪器，他们刚刚测到了本不该存在的东西。这个让粒子突然发疯的神秘力量正在改写物理教科书，一切起始于图表那微微的颤动。彼时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们满心期待着正常粒子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信号。光谱中常见的波动和那千千万万其他波动并无差异，然而刹那间有个不速之客闯入，让监控器的数据如爆发的烟火般闪烁起来。探测器捕捉到一种能量，它既不能用引力强相互作用，若相互作用来解释，也和电磁相互作用扯不上关系。一种全新的力就这样出现在众人眼前，而它并不符合我们现有的自然法则。首个让人不安的迹象来自极端磁场实验中的观测。在实验里，粒子的表现就好像有人偷偷削弱了强核相互作用这一宇宙水泥。原子核不再像预期那般稳定，反而开始脉动，仿佛夸克之间突然爆发出未知的能量。一开始，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还以为这只是系统出了差错，可经过数次独立测量，数据都证实了这一异常。就在那时，报告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词组：异常超密结构相互作用。它描述的是一种难以归类的现象，一种能量竟然超出了强相互作用的计算极限。这情景就仿佛亲眼目睹物质本身的纹理开始闪烁撕裂，科学家们内心的激动难以抑制。要知道，即便是压力超乎想象的中子星，或许也并非物质世界的尽头，而仅仅是普通物质通往更神奇领域的一个过渡阶段。在实验室传出有关一种神秘且无比强大力量的消息之前，物理学仿佛已经为现实搭建起了稳固的框架。世界似乎被4种伟大的相互作用划分得明明白白，它们掌控着从最微小的夸克到原子核再到黑洞事件世界的一切事物。每一种相互作用都有其独特的特点、法则以及限制，一切看起来都条理清晰，直到有人不禁发问：万一这并非全部呢？引力在宏观世界里犹如女王般统治一切，但在微观世界中，它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种力量主宰着行星、恒星和星系，看似无所不能，却只在宏大的距离上发挥作用。它塑造了宇宙的架构，迫使物质压缩，催生恒星诞生，让我们安稳地站在地球表面。然而，一旦深入微观世界，引力便如同失去声音的哑巴，其他相互作用开始占据主导。与合力相比，它变得微不足道，宛如自己的影子。科学家们早就清楚，引力在宏观层面是巨人中的巨人，可在基本粒子的世界里，却宛如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侏儒。这种不平衡一直让物理学家们困惑不已，为何统治整个宇宙的力量在微观世界中却如此弱小？或许这正是通往未知相互作用的关键所在，而这种相互作用至今仍隐匿在我们物理学的幕后。电磁力堪称物质的建筑师，这种力量塑造了我们所能触摸感知的一切。它让电子围绕原子核旋转，维系着分子的稳定，创造出光、无线电波以及各种化学反应。电磁力是可见世界当之无愧的全能雕塑家，要是没有它，闪电将不再划破夜空，星光也会消失不见，甚至我们连看见事物的可能性都没有。这种力在较大距离上也能发挥作用，但其影响会因相反电荷的迅速平衡而在宇宙尺度上相互抵消。不过，电磁力也存在极限，在恒星核心的超高能量环境下，或者物质发生坍塌时，电磁相互作用便无法抵御强大的压力，只能让位给更为深层且难以捉摸的强核相互作用。这种力曾被物理学家们称作宇宙的水泥，它能让质子和中子在原子核内不因相同电荷的排斥而分崩离析。强相互作用堪称助力的冠军，它比引力要强10000亿倍，但其影响力范围却仅仅局限在原子核大小这般微不足道的距离内。科学家们曾经坚信没有比它更强的力了。
毕竟它使得从氢核到超重元素等各种物质的形成成为可能。然而，最新的实验却暗示，在物质的深处或许潜藏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不仅能维持物质结构，甚至能融化空间结构本身，仿佛要重写物质的基本代码。若相互作用是一种转变之力，相较于其他力量，它或许看似微不足道，却掌控着粒子的衰变过程，让中微子转变为质子，最终掌控着恒星的光芒。要是没有它，核合成便无从谈起，宇宙将永远陷入寒冷黑暗之中，没有温暖，也没有辐射。但这种力量同样存在极限，它仅在小于质子直径的距离内起作用，并且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当物质处于过渡性的不稳定状态时才会显现。所以说，若相互作用是一种带来变化的力量，这4种力量共同构成了一幅宏伟的画卷，它们几乎解释了世间万物，从行星的运转到恒星的生命周期，从超新星的爆发到原子的构建。然而，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些裂缝，引力如此微弱，强相互作用作用范围如此之短，电磁力完美平衡，而若相互作用仿佛随时会消失于无形。物理学家们明白，在这些不连贯之处，或许就隐藏着第5种力量，那是连接微观与宏观世界的未知环节。科学家们在表述上向来谨慎，但在那些已经接触过相关数据的人中，已经开始流传诸如穿透一切、不可阻挡甚至吞噬一切等用来形容这种自然力量的说法。倘若这些结果最终得到证实，这种力量极有可能成为物理学的新基石，就如同电磁学或弱相互作用的发现曾经彻底颠覆了我们对物质的认知一样。这种力量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尺度与强度之间呈现出非典型的关系，既不同于在宇宙距离上发挥作用的引力，也有别于局限于原子核内部的强相互作用。根据初步数据显示，这种新力量似乎没有常见的界限，它既能在量子不确定性占据主导的微观世界中崭露头角，其能量潜力又如此巨大，理论上甚至能够在宏观尺度上融化中子物质的结构。匈牙利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首次在皮衰变过程中记录到了异常现象。8位科学家推测，这种力量或许与假想中的超视维传递者，一种新型相互作用存在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其作用表现为粒子间能量的瞬间重新分配，仿佛空间本身在实验室数据中遭受了一次冲击。具体表现为电子动量的跳跃，就好像它们瞬间进入了一个具有不同相互作用常数的区域。一些物理学家将这种被称为暗力的相互作用视为连接可见物质与宇宙暗物质部分的桥梁，而宇宙中大部分的质量和能量都隐藏在这暗物质之中。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这种新力量就不仅仅是4种基本力之外的又一种力，它有可能成为连接我们2个世界，可见与不可见，致密与虚无，量子与宇宙学的桥梁。然而，让研究者们忧心忡忡的是这种潜在能量的规模。如果这种力量真的蕴含着哪怕只是暗物质中所观测到能量的一小部分，那么在特定条件下，它就能够引发物质结构的局部崩塌，破坏原子核内部的联系，甚至暂时扰乱真空的稳定性。本质上来说，我们所探讨的是一种可能比强相互作用还要强大的相互作用。理论上，它能够改写维持世界平衡的基本法则。每当谈及坚硬度，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2个典型代表：钻石与中子星。前者是地球上坚硬度的绝对象征，后者则是宇宙中的庞然大物，物质在其中被压缩到了极限状态。然而，物理学家新发现的这种力量，却让他们在宇宙尺度和能量面前相形见绌。要想明白为何连这2个巨人都如此不堪一击，我们需要想象一下中子星内部物质的极限状态。它们是巨大恒星的残骸，原子被压缩到电子与质子相互结合，形成了一片中子的海洋。仅仅1立方厘米这样的物质，重量就高达10亿吨。即便如此，
即便是这种超密度的物质，其强度也是有极限的。一旦外力超过了所谓的中子压力，恒星就会走向崩溃，最终演变成黑洞。而钻石无论多么完美无瑕，本质上也只是由共价键固定的有序碳原子结构。当遭遇与黑洞附近或者新基本粒子诞生时相当的力量时，这些化学键就会瞬间瓦解，化为尘埃。在实验室环境下，钻石能够承受高达4000兆帕的压力，这足以抵御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冲击。但据研究人员估算，这种新力量的作用力比这要强10000倍。它不仅能够破坏晶体结构，甚至还能重写物质的结构，迫使物质转变为我们之前从未想象过的奇异象态。科学家们推测，当这种力量被激活时，物质可能会分解成夸克成分，进而转变为所谓的奇异物质，甚至是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对于硬度和稳定性的传统认知便失去了意义。任何结构，哪怕是恒星的外壳，在这种能量的冲击之下，都显得脆弱不堪。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新力量在宏观尺度上发挥作用，中子星会像散沙一样瓦解，钻石则会变成碳等离子体的云雾。这可不只是理论上的破坏，更像是将物质分解回其原始代码的过程。正是这一发现，使得宇宙中所有先前关于硬度的衡量标准都受到了质疑。这个故事要追溯到2016年，一群匈牙利核研究所的物理学家正在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一种名为铍8的同位素的衰变过程。8位科学家原本预期，在这个过程中，电子和正电子这对物质与反物质的组合会表现出完全可预测的行为。然而，他们的仪器却记录到了一些诡异的现象。一些粒子以一种无法用任何已知自然力解释的角度发生了偏转。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统计误差，但随着实验的不断重复，这一结果始终如一的出现。科学家们注意到，每当能量精确达到17兆电子伏特时，这种效应就会准时现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关于存在一种新粒子，被称为 X 玻色子的假设应运而生。它被认为是一种前所未知相互作用的载体。倘若这种粒子真的存在，那么它将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力量，连接起普通物质与所谓的暗物质。到了2019年，其他研究小组试图在美国、中国和日本重复这一实验，以期验证这一效应。然而结果却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有些团队并未找到相关证据，而另一些团队则报告称，在相似的能量范围内观察到了异常的能量偏差。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有一点逐渐变得清晰，有些现象并不符合标准物理模型。时间来到2024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以及超环面仪器实验与底夸克探测器实验合作组开始启用新一代探测器进行高精度测量。这些探测器能够捕捉到粒子行为极其微小的偏差。在一些图表上，研究人员注意到了一些微弱却稳定的峰值，这些峰值无法用常规相互作用来解释。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大胆推测，这种力量可能类似于引力，但在某些特定能量下，它并非吸引物质，而是排斥物质。这样的假设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宇宙在所有倾向于压缩它的力量作用下，却依然在加速膨胀。这些观察结果综合起来，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但几个独立的实验室都观察到了类似的能量爆发，这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切。或许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正是来自新物理学领域的信号，在那个神秘的领域里，基本力量相互交织，时空变得不再稳定。乍看之下，似乎宇宙中没有什么能够摧毁中子星。这个宇宙巨擘是物质极限的生动体现，其核心物质被压缩到原子核和电子被挤进质子，形成一片中子的汪洋。1立方厘米这样的物质，重量堪比一座大山。然而即便处于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它似乎依然坚不可摧，仿佛拥有不朽之身。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能够摧毁这个超密度奇迹的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引力坍缩，当中子星的质量超过托尔曼奥本海默沃尔科夫极限，大约在2到3个太阳质量时，任何量子效应都无法再支撑物质抵抗塌缩的命运，中子最终屈服，恒星坍缩成一个黑洞，物质就此从我们熟悉的空间中消失，跨越了物理现实的边界。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潜在的世界破坏者。科学家们提到了一种假想中的奇异物质，在这种物质中，中子会衰变成夸克，而夸克又会形成一种由上、下和奇异3种类型组成的稳定物质。如果这种物质的一粒微尘接触到普通物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将普通原子转化为奇异的液体。理论上，这就如同病毒一般，能够从内部侵蚀中子星，破坏其核心的常规结构。地球上的钻石或许可以被相对温和一些的力量摧毁，但在宇宙尺度下，情况则截然不同。当钻石与具有夸德劳伦斯强度的恒星磁星发生碰撞时，即便它是最坚硬的晶体，也无法在光子和粒子流的冲击下幸存。这些强大的力量会撕裂电子键，在短短几秒钟内就将钻石的晶格变成等离子体云。这种碰撞堪称真正的宇宙冲击波，任何已知的固体物质形态都无法抵御。最后，理论上能够摧毁中子星或钻石的，可能就是科学家们震惊发现的这种新力量。如果它真的能够改变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世间便没有任何已知的压力或结构能够承受它的威力。据计算，这种力量不仅能摧毁物质，还能将其转化为能量或者奇异的状态。这并非简单的摧毁，而是重写存在的本质。当物质失去了我们熟悉的形态，就如同被拆解的织物一般。因此，中子星和钻石作为坚固与永恒的象征，并非不可战胜，它们只是暂时的结构，有可能被那些能够窥探标准物质之外的力量所扫除。在这些相互作用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所熟悉的硬度和强度概念便失去了意义，最终只剩下纯粹的能量以及掌控它的法则。温度可不单单是衡量热度的指标，它是物质运动的独特语言，诉说着物质内在的激情。当我们提及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度的高温时，我们所讨论的并非简单的热度，而是一种全面的混乱状态。在这样的温度水平下，热能摇身一变成为破坏者，它能够撕裂原子，融化原子之间的空间，甚至改变物理定律。众所周知，在地球上，钻石被视为坚不可摧的代表，它几乎能够承受所有的压力和辐射冲击。然而，在摄氏3550度的温度下，它就开始逐渐失去形状，慢慢转变为碳气。要是将其加热到数百万度，就如同在恒星内部的温度环境，晶体结构将会彻底消失，因为电子会挣脱原子的束缚，形成等离子体，物质的第四态。在这个状态下，不再有结构存在，只有能量的流动。钻石，这个完美秩序的象征，就这样在混乱中溶解。那么温度能否摧毁中子星呢？这个宇宙中的庞然大物，表面看似没有温度，但其内部温度却接近10亿度。然而，它却依然保持稳定，因为在星体内部，原子早已不复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融化，物质早已转变为超密的中子液体，其中合力压力将每一个碎片都牢牢固定在原位。然而，这种稳定性也并非无懈可击，存在一个理论温度，叫做普朗克温度，大约是10的32次方开尔文。在如此高的能量下，所有自然力都将失去意义，时空如同沸腾的水，粒子不再稳定，物理定律也会土崩瓦解。当然，中子星在自然状态下并不会达到这样的温度，但在恒星碰撞或者黑洞诞生时，局部空间区域可能会瞬间接近这个极限。届时，星体的物质会在能量的爆发中闪耀，短暂却无比耀眼，所有支撑它的力量都将失效。换句话说，温度不仅仅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它更像是物质的内在敌人。当热运动能量达到极限时，它会摧毁自然界所创造的一切，
无论其看似多么永恒。对于钻石而言，这是一条化为灰烬的道路；对于中子星来说，这是走向虚无的旅程。物质失去形态，溶解在引力的火焰之中。一些物理学家甚至大胆推测，温度本身或许就是一种隐藏的基本力量的外在表现，是一种混沌的爆发。通过这些爆发，宇宙在秩序与崩溃之间调节着平衡。如果这种新力量真的存在，那么或许正是借助温度，它首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存在。在那些神秘的实验中，物质开始表现得仿佛自身在让空间沸腾。